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楊洋新劇男主地位不保，粉絲集體吐槽待遇太差，王一博誕圈成轉折。何如意，內娛男明星的人氣變化一直很快，誰的名字掛在熱搜上，誰的劇在播，誰就被叫頂流，但過一段時間再看，名單往往已經換了一批。這幾年大家慢慢發現，單靠流量的時代過去了，誰能被留下來，更多要看作品和口碑。最近圍繞楊洋、王一博、王鶴棣的討論挺多，另外幾位新生代像張凌赫、劉宇寧，還有一直被關注的肖戰，也在用各自的方式給大家一個新的答案。先說楊洋，現在提起他，很多人想到的不是早年的高光，而是他在新劇《不讓江山》劇組遭遇的爭議。在這部劇裡，他明明是男主，可從各種爆料看，男主的待遇好像並不體面。粉絲說，當初簽約時給楊洋的是一部大男主權謀劇，角色裡是智謀型少年英雄，人設重點在頭腦和謀略。這樣的角色楊洋之前不怎麼演，觀眾也會期待。結果到了開機後，有人爆出劇本被魔改，男主突然變成滿口髒話、靠莽撞行事的角色。原本屬於男主的關鍵台詞不讓江山，原著中的智謀設計和戰場戲份，大量被轉到男二翟子路的角色身上。粉絲直接吐槽這劇從大男主劇拍成了男二傳。與此同時，楊洋的造型也被粉絲吐槽服裝質感不佳，幾套衣服看着都很普通，部分服裝和髮型還被說有點日式味道，與男二、男三的華麗服飾放在一起，對比之下就更明顯。很多觀眾都在問，這真的是男主該有的配置嗎？更讓粉絲揪心的是，劇組開機那天，楊洋還處在受傷階段，左手骨折，臉上鼻子附近有青痕，很多人懷疑他是被要求提前復工。有消息還爆出經紀人與導演之間有矛盾，路人看了都覺得不太對勁，都在說以楊洋現在的咖位，不應該是這樣的待遇。也有人把這事和他之前因為我的人間煙火被罵油膩聯繫起來，認為那次口碑爭議可能影響了他在圈內的話語權，才讓他現在有點被動。網上吵得很厲害時，楊洋出面發聲，發文說不信謠不轉謠，態度平靜，沒有拉扯太多內幕，他自己反而更專注在拍戲和康復。但這件事還是讓不少人感慨，一個曾經非常受追捧的小生，也會有這種被動局面。再說王一博，他和肖戰當年是頂流組合裡的關鍵詞，唱跳、劇集、綜藝全面開花，一度佔據很多平台的話題榜。不過到了2025年以後，他的路明顯拐了一個彎，他開始一步步淡出演藝圈，把時間和精力放在自己喜歡的賽車和戶外探索上，綜藝少了，活動少了，作品出的節奏也慢了，曝光度開始跌，路人討論度也不再像以前那麼高。再加上一些緋聞傳來傳去，雖然公司都會發聲明闢謠，但這類風波多少會讓部分路人和粉絲疲憊。喜歡是有耐心的，可沒有新作品支撐，也沒有持續露面，關注度自然就被別的新人分走了。不過進入2026年，情況似乎又出現變化。這一年他參加了微博之夜，還去了巴黎時裝周，這些信號讓不少人猜測他有可能會把重心再往娛樂圈拉回一些。如果後續有合適的劇和節目接上，他的人氣也許又會出現新一輪回升。王鶴棣則是另一種情況，他走紅的過程可以說很順，他不是科班出身，最開始因為參加綜藝被大家認識，在節目裡得到何炅的照顧和支持，後來有機會演劇，雖然那時演技還不成熟，可角色加持讓他火了，再遇上《蒼蘭訣》東方青蒼這個角色直接把他送上爆火的位置，幾乎是一路飆升。他的演技一直有爭議，
不少觀眾覺得他台詞和表演都比較生，普通話裡還有明顯口音，很多鏡頭還是靠角色設定和配音來扛。在這種基礎上突然爆紅，他對自己變得很自信，還跨界唱歌、發歌、開演唱會，自寫歌詞裡提到東方青蒼許七安只能我演之類的表達，讓一部分人覺得他有點太自我。此後他接的戲不少，但觀眾沒有在作品裡看到演技肉眼可見的提升，口音問題依舊存在，人也看着很忙，演戲、開演唱會兩頭跑，很多人就開始觀望，沒那麼盲目支持。最近他接下爆火小說《將門毒》後的影視化男主，立刻遭到不少原著粉吐槽，集中點還是兩個，一個是外形和他們心目中男主形象不符，另一個還是老問題，普通話口音會不會嚴重影響代入感？很多人擔心這部劇會變成新的爭議作品。相比之下，新一批男演員的上升，一個靠的是作品質量，一個靠的是穩定進步。張凌赫就是明顯的例子，今年《逐玉》播出後，熱度一路往上衝，開播不久就佔據多平台熱度榜，甚至有數據說一度超過《狂飆》《慶餘年》《生萬物》等劇，雙平台熱度破萬。這樣的成績說明劇本本身有吸引力，觀眾也接受演員的表現。張凌赫本來顏值就有基礎，在這部劇裡大家覺得他的演技撐得住角色，也有不少觀眾因為這部劇開始記住他，業內資源對他應該會有一個明顯提升。劉宇寧的故事則更像一個慢慢往上爬的過程，他起點不是科班生，不是大公司重點培養，最早是做網紅歌手，小範圍有知名度，但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強背景。後來開始轉型做演員，他自己對機會很珍惜，拍戲時拼勁比較足，角色多了之後，大家能看出他表演一部比一部順，台詞、情緒表達都有進步。剛出來演戲那會兒，不少人嫌他長相不符合傳統審美，也對演技不滿意，覺得他是從網紅硬轉演員。可幾年下來，他逐漸成為很多人眼裡靠作品說話的演員。更能說明問題的是，他搭檔的演員級別在不斷提高，宋祖兒、趙露思、劉濤、蔣欣、王子文這些演員都已經證明過自己的實力，他在這些劇裡的表現並不掉隊，和他們對戲觀眾不會覺得出戲，這種穩定發揮讓他在新生代裡有了比較扎實的位置。說到90後男演員的代表，肖戰是繞不開的名字，很多人對他的印象停留在《陳情令》爆火的那段時間，那時他被直接推到頂流的位置，粉絲數量、商業代言、話題度全面爆發，同時也在輿論風波裡跌宕起伏。有人始終認為他只是粉絲推出來的流量小生，演技不行，紅得快也會涼得快。那段時間爭議聲音很大，他本人經歷的壓力可想而知。後來的幾年，他逐漸減少無謂的露面，把精力放到作品上，從角色選擇開始變得謹慎，劇本打磨更久，拍戲過程中更在意角色塑造，觀眾也能看出他表演在慢慢進步。今年3月9日，一個很關鍵的節點出現，他憑借《藏海傳》拿下了品質盛典的視帝，成為品質盛典史上最年輕的90後視帝。這個獎本身含金量不算娛樂圈裡最高峰，但對於一直被質疑只有流量沒實力的肖戰來說，是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認可，至少說明業界和觀眾對他最近的作品是認可的。他也用這個結果回應了那些曾經看低他的人。回頭看這些人的變化，可以感覺到一股不一樣的情緒在流動，有人從高處跌到爭議中間，還在咬牙堅持，有人在光環和罵聲之間搖擺不定，找不到特別明確的方向，也有人一腳一腳往上爬，靠作品和進步贏口碑，還有人像肖戰這樣從只會靠粉絲到能端起獎杯的轉變。這些情緒混在一起，其實也折射出現在觀眾看演員的標準變了，大家的耐心留給真正在進步的人，瞎忙亂接只顧擴張的人
很快就會暴露問題。內娛的盤子很大，流量的風會一直吹，但留下來的那幾個名字，終歸還是要靠實力和作品站穩，熱度可以短暫，演技和口碑才是長久。楊洋、王一博、王鶴棣、張凌赫、劉宇寧、肖戰這些人接下來怎麼走，觀眾會看着，時間也會給出結果。